按照您的吩咐，在虎头山外围的沟渠里灌满了水。昨天晚上就在泰丰逮到了八路的一条鱼。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已经让虎头山的八路军疲于奔命了。卑职实在是佩服。其实我做这些，都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 缓兵之计。我了解周卫国，我目前做的这一切，不管我做什么，我想周卫国都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目前所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我的突击队赢得时间。我要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熟悉这些全新的战术。刘主，恕卑职无礼。 卑职以为，即便是没有这支突击队，只要有刘主您亲自坐镇指挥，全歼虎头山的八路军，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你太不了解周卫国了。在我对我的突击队没有全部信心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制止得住他的。听完了赵杰的汇报之后，我有一个想法：这一仗，如果目标只是鬼子的一个炮楼的话，那就打得太小气了。既然要打，咱们一营就打个翻身仗。一营一连一排和直属队第一分队由我指挥，负责端掉鬼子的炮楼；一连三排加第6区小队负责伏击东北方向鬼子的援军；第7、第8区小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鬼子据点；二连三连负责伏击西面来的鬼子援军。大力，派人通知一下清风寨的朱老大，有肉吃，不能忘了朋友。是。有信号，赶紧回应一下。俊才，走，跟我下去招待客人。是。袁排长是吧？我是周卫国。久闻周长官威名，今日一见，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辛苦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呐，穿这身衣服，难为你们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竟然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我们自新的机会，我们恐怕早就做了贵军的刀下孤魂。周长官对我们恩重如山，但有吩咐，我袁大刚绝不敢犹豫半分。哪怕您让我们现在拿起武器去跟鬼子拼命，袁排长，跟鬼子拼命的事儿有我们呢。你们的身份特殊，我们现在
需要像你这样的内应。周长官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绝不含糊。我们兄弟37人的命，早就交给八路军了。确实有一件事儿，需要你帮忙。请周长官吩咐。我需要你们身上这身军服。我们的军服？对，只要周长官吩咐，我们绝没有二话。我马上吩咐弟兄们把换洗的衣服给你拿来。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吃了亏，我就想以贵军的形势，一定不会放过那个鬼子炮楼。通知各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是。袁排长，谢谢。哎，怎么了，周长官？我们的衣服不要了。赵杰，到，再去侦查一下。怎么了？连一个伪军的排长都想得到我们要报复鬼子的炮楼，主下军没道理想不到。敌情没有侦查清楚，是我们直属队的责任。这样，我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去吧。一分队，走。直属队刚刚结束了最新的一次侦查，我们预定攻击的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异常，可是我们绕过这个据点，去接近其他2个据点的时候，在公路边发现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采取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只是留下了队员监视了他们的动静。这次侦查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鬼子设了伏兵，那就说明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了。排长，鬼子有伏兵，这个仗咱们该怎么打？报告指挥官阁下，一切准备就绪了。宫本军辛苦了。多谢指挥官夸奖，能为天皇陛下效忠，分所应当，卑职诚惶诚恐。刘主，请恕卑职冒昧，我想问一句，你怎么能够肯定周卫国一定会报复我们的那个炮楼呢？昨天晚上的战斗，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八路军方面的具体伤亡数字，但根据那个炮楼的汇报，偷袭的八路军不但有5挺轻机枪，还有掷弹筒。只不过因为距离稍远，炮楼才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根据八路军的装备水平，拥有掷弹筒的部队至少是连1级的单位。一次连1级的进攻被打退，相信周卫国的损失一定不小。据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不会甘心吃亏，这是他的性格，轻易的不会改变。如果周卫国能够亲自来的话，那倒省了我们的事儿了。宫本军，请不要小看周卫国，对付他，我们不能有一丝懈怠。刘主多虑了，我们一个炮楼能够攻击八路军1个连的军队，再加上从附近2个据点抽调的兵力，我们可以集结1个中队的力量，再加上刘主您亲自部署，就算八路军的部队由周卫国亲自指挥的话，我们也必将大获全胜。宫本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计划再周详，不到最后一刻，结果如何，还未可知。他们知道了作战计划，不代表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炮楼为诱饵，因为那个炮楼才是他们可能遭到报复的对象。鬼子先入为主，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会是炮楼，他的所有部署都是围绕着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那儿呢？那就是小鬼子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之处啊！啊，对，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局势搞乱，越乱越好。咱们从现在开始分为4个分队，第1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第2分队负责佯攻北面的炮楼。朱老大，你的人马是第3分队，你们负责佯攻西面。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儿是主攻啊？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直属队第1分。
说，八路今晚真会来吗？这我哪知道？那太君还让俺们趴在这儿，一趴就是4、5个钟头。叫你埋伏就埋伏，连太君都在咱们后边趴着，你小子还想怎么样？班长，要是八路不来，俺们岂不是白累了一场了？你小子哪儿那么多屁话？你他妈还真想八路来呀？你以为八路就那么好对付？哪一类的？一会儿八路要是真来了，老子让你第一个去冲锋。刘主，情况有变，台风方向虎头山外围第1道封锁线的第16号、17号、18号3个据点，第2道封锁线的第10号据点，同时遭到了八路军的大规模袭击。由于兵力都被抽调用于设伏，所以16号、17号、18号3个据点同时要求增援。3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也就是说没有主攻点。好一招浑水摸鱼！北国，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上当。刘主，八路军的主攻方向不明，我们该怎么办？静观其变。团长，对3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和东北方向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防守，马路边的鬼子伪军没有什么动静。朱家军的还真沉得住气。小鬼子不上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鬼子不上当，咱们就真打。通知第1分队、第2分队，40分钟之后佯攻变总攻，以最快速度拿下所有鬼子的炮楼和据点。另外，通知清风寨的人马，40分钟之后也撤退。撤退之前，记得在路边埋上地雷。至于路边埋伏的鬼子，就让他们接着埋伏好了。团长，我们就这么撤了吗？拿下2个据点，杀了40、50个鬼子，这趟算没白跑了。再这么打下去，胜负就不好说了。听我的，撤。是。刘主，15分钟前，17号、18号2个据点汇报说，八路军的进攻突然变得猛烈了。5分钟前，他们与总部失去了联系。目前，我们正在紧张的联络当中。没必要再联系了。那2个据点已经被八路军攻占了。10分钟啊，1个据点1个炮楼，好快的速度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攻占2个据点，一定是八路的主力。刘主，请你下令让设伏部队出击吧。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大大低估了虎头山八路军的战斗力。此次集结的1个中队，已不能满足作战的需求，让他们就地建立防线，防备八路军的袭击。刘主，难道我们就不进攻了吗？进攻？顾本军，请问我们攻击的目标在哪里？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北国，这次你赢了，不知道我们下次交手会怎么样。经过了连续9天的搜索清除工作，在付出了阵亡14人的代价之后，教导营工兵连终于将鬼子埋设在根据地的地雷彻底清除，虎头山乡亲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原样。但是，在排雷的过程中，乃至地雷完全清除之后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内，虎头山外围驻守的各营连都连续和小鬼子部队发生了遭遇战。除了偶尔几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之外，其他每次遭遇战，鬼子的小部队几乎都能从容撤退，这让各营连长恨得直咬牙。参谋长，有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结果反差巨大，所以啊，
俺们每个营长都希望每个营都配出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因为竹下军那支秘密部队有着极强的渗透能力，所以我建议还要抽调全团战斗力最强的1营3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和特战队共同组成一支由周卫国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根据地内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报告。进来。报告。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希望各个根据地加强戒备。好，等老周回来，立刻召开虎头山根据地军政领导会议。宫本军，请进。指挥官阁下，冈村司令官发来的训令。念吧。竹下军，方面军上下军对军俱以厚望，然时至今日，突击队仍围歼寸功，与此方面军成立突击队之初衷相差甚远，亦有负于临行之托。虎头山共匪以一隅之地牵制皇军甚重，虽于大局无碍，然恐他处竞相效仿，致华北匪患成燎原之势。以军职大才，主持虎头山剿共事宜，非牛刀杀鸡，实为防微杜渐。且突击队经实战锤炼后，另有重任，虎头山治安拜托于君，望君深思力行。凯旋之日，余当亲往迎之，祝五运长久。大日本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昭和17年4月29日。对于冈村司令官阁下的训令，不知道宫本军有什么看法呀？卑职认为，对于整个战略大局，自然应该由高级指挥官全面掌握，但是最了解战场情况的，则是一线的指挥官。因此，作战的时候应该给予一线的指挥官更多的发言权。阁下，恕卑职无礼了。卑职认为，冈村司令官阁下这个训令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而且他这种干涉一线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行为，也与一个方面军司令的职责不相称。宫本军，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宫本所说，正是宫本心中所想。司令官阁下并不了解虎头山的八路军，也不了解周卫国这个人。然而，刘主您知道，卑职知道，金卫文旅团长也知道周卫国这个人的厉害。既然冈村司令官阁下已经有训令了，我想我们的突击队近期一定有所动作。难道突击队各个分队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进行的连续式的袭扰，还不算动作吗？那只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动作还没开始。刘主，您的意思是？宫本军，我们的伞降兵训练的怎么样了？哦，皇家坪机场只有3架运输机，每一次最多也只能运送3队兵力。3个分队，那就派1、2、3这3个分队吧，命令他们随时做好伞降作战的准备。是。指挥官阁下，金卫文旅团长请您去他的旅团部，有要事商议。你下去吧。是。这个金卫文旅团长找您又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呢？金卫文旅团长好像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吧？既然这次例外，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宫本军，请您陪我去一趟旅部。卑职遵命。
竹下さんと宮本さんが来ました。どうぞ。竹下くん、宮本くん、迎えられなく本当にすまない。どうぞ。竹下くん、どうぞ。いい茶ですね。おや、さすがお茶な好きな人だ。これは清源山の茶だ。美しい名前を持ってる。雨、霧の姫だと見なさい。葉っぱはみんな美しい少女の眉のようで清源山の特産物だな。やはり旅団長殿もお茶の達人ですね。ただ山の特産物といえば清源山は古東山と比べ物になりません。古東山の新茶を召し上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もしかして宮本少佐は古東山のお茶を飲んだのか？宮本少佐の言いたいことは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お互いに協力すれば来年までに古東山の新茶が飲め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であります。よーしよーし、頼むぞ竹下、宮本、協力して古東山の八郎を殲滅するのだ。それから一緒にうまいお茶を飲もう。八郎軍を殲滅するのは簡単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の言った通りだ。特にあの周英国、なかなか厄介なやつだ。旅団長殿がお呼びになって何のご用でしょうか？青函拠点を失った時、その地下の倉庫には100箱の特殊塩が隠れてた。特殊塩？この100箱のものは本来は投機作戦に用意したものの、まさか青函のような頑固な拠点も占領されたとは。これらの大事なものもこのまま八郎に取られてしまった。大王軍部の作戦報告書によっては、青函拠点を失った後、地下の倉庫も含めて全て八郎に壊されていたのでは。もし本当そうならばよかったが、青函を失ってから4ヶ月後、大砲と清源の駐在軍指揮官は次々と八郎の手紙を受け、それらの手紙には明確にこの100箱が彼らの手にあると書いてあった。それだけで信じるものですか？だから手紙と一緒に黄色1号って特殊塩の塩缶、今検討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と何の関係がありますか？竹下見ろ。5月10日までに敵古東山の八路に徹底的な掃討をさせると命じる。また必要とするときに赤1号特殊塩を使ってもいい。大日本河北方面軍岡村司令官より昭和17年4月29日。
岡村司令官が作戦に特殊塩の使用を許可されました。しかし8路の手に黄色1号が、それは心配してることだ。おっしゃっている意味は、つまり我々が古藤山の8路を攻撃する前に、お前が突撃隊を率いてあらかじめ行動して8路が黄色1号を隠したところを見つけて、そこを粉砕しろ。万が一敵に使われたら大変やばい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ら。私は君の軍を命令する権利はないと分かったが、でも帝国の勇士のために頼むよ。大変恐縮です。竹下君、今回の行動の危険さと困難さが分かってるが、頼むよ。なんとかして。時間ないので帰って準備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君が自ら指揮するんなら、今回の総統は必ず勝つ。古藤山地区の戦況も逆転すると信じる。お茶を。刘主，您刚才为什么要答应他呢？我们突击队并不直接归他管的。为了我们数千帝国勇士的安危，就算他不求我们，我们也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啊。北志明白。可是刘主，您认为我们准备好了吗？你觉得司令官阁下会给我们充足的准备时间吗？北志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呐。就算我们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八路军把特种烟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寻找和摧毁八路军手中的特种烟，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摧毁八路军赵庄的指挥所，以及在八路军内部制造混乱。那刘主，您认为虎头山的作战还会有怎样的变数呢？首先，冈村司令官近期要对华北的八路军采取行动。司令官阁下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第2师团师团长的时候，就以打击反抗武装而闻名。相信这次定能旗开得胜，给华北的八路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会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其次，就是我们进入虎头山的方式。八路军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这次进入虎头山不是通过几个山口渗透进去，而是从天而降。这样一来，虎头山天险无异于一片坦途，而且虎头山的地形图，我们也可以利用航空兵进行空中侦察获得。宫本，你要明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在周卫国身上占到过任何便宜。北志明白。这第3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在突击队当中，我会选择1、2、3这3个分队吗？刘主似乎在突击队最初组建的时候，就对第1、2、3分队提出了更高的作战要求，因此在整个突击队当中，第1、2、3作战分队作战能力也是最强的。我想，这也就是刘主选择这3个分队的原因吧。你说的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还请刘主明示。因为这3个分队的中文说得最好。刘主是想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北国，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你的特战队日语说得好，还是我的突击队的中文说得好？
老周、老张，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张仁杰呢？赵庄去了。什么？又去赵庄了？他没事儿老往那儿跑干嘛？他说赵庄的小学缺老师，他正好过去给孩子们带课。这个张仁杰，一个大主任，还挺喜欢客串一下小学老师的。哎，我看他天天都往赵庄跑，未必真是为了去上课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没事没事，你们接着忙，接着忙。魏国，有些话我得跟你说说了。你说。你和陈怡的事情，不能老这么拖着吧？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聊吧。我觉得张仁杰老去赵庄代课，就是冲着陈怡去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张楚，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谈这些事儿的时候。这种问题，等到抗战结束了之后再说。啊。对了，我刚进门就看见你们俩在沙盘上比划，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行动了？最近鬼子的侦察机总在咱们这儿晃悠，我心里不踏实。那也没办法，你要是能给我弄2门高超炮来，我一定把飞机打下来。你要给我100支特战队，我还给你把天皇抓回来呢。说那有用吗？哎呀，幸好是侦察机，要是轰炸机可就麻烦了。就算是侦察机，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出事了！鬼子对集中根据地动手了。情报上说，冈村宁次刚刚调集了5万精锐日军，亲自对集中根据地展开扫荡。我军主力部队未能突围，现在局势非常被动。他们出动了机械化部队和装甲兵，在冀中的大平原地区对付我们。冀中的队伍伤亡很大。老周，这次又让你猜中了，5万多鬼子对付冀中根据地呀！鬼子这次真是下狠心了，看来鬼子出动飞机对我们进行侦察，也一定是有阴谋的。张楚，你马上带一个连去赵庄，让县委县政府张主任陈怡马上转移。是。各分队，汇报降落情况。报告，第1分队12人已经全部安全降落，集合完毕。第2分队12人全部安全降落，集合完毕。第3分队情况如何？第3分队11人安全降落，有1人下落不明。有队员看到他跳出机舱后，降落伞未能正常打开。尸体找到了吗？第2分队正在搜索。降落范围这么大，群山之间找一具尸体谈何容易啊！况且我们时间不多了。常务命令，搜索任务取消，立刻撤回。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是一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第1个目标——赵庄。我知道，诸位都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在虎头山的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孤军，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八路军。
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并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因为你们每犯一次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本次任务的失败，也有可能危及到每一位队友的生命，明白了吗？明白。立刻更换装备，埋藏降落伞包，10分钟后出发，目的地赵庄。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大家看过之后觉得不对劲，特地派人把尸体送来杨村，请团长和政委去看看吧。走，让我们过去。是。好，政委，你们看。这些东西都是尸体上的。是，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觉得很奇怪，就都带了过来。日本人？日本人怎么会在斜塘村呢？而且还穿着我们战士的制服。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鬼子的飞机经过？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到有鬼子的飞机响，而且和往常的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好像还不止一架。又是三家，又是乔庄，还真有你的。老周，你说什么呢？朱夏军的突击队已经进山了。什么？进山了？那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从地面，而是从空中。空中？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你看，这难道就是降落伞？战士们听到的声音不是鬼子的侦察机，而是他们的运输机。从死状上来看，这个人应该是在跳伞的时候，主副伞都没能打开，所以摔死了。老周，那我们该怎么办？让3连和直属队马上集合。是。领导，斜塘村离赵庄不远，鬼子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庄。加上这次行动，很可能是由朱夏军亲自带队的，我得去会会他。杨村方面就由你留守了，一定处处小心，必要的时候可以先去转移。好。团直属队和3连已经在村口集合完毕，请指示。老周，小心啊！你也是，出发。第1分队，率先潜入。是。2分队、3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是。包团长，这里就是发现那具鬼子尸体的地方。老姐，这次鬼子特战队估计来了几十人。几十人？他们降落在斜塘村，目标肯定是赵庄一带。对，我想也是赵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鬼子这次呀，怕要扑个空了。可是小鬼子们来者不善，我怕他们呀，迟早会发现转移的县委县政府。你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鬼子的人数，还有让部队加强对空警戒，不能让鬼子在空投后续部队了。团长，我们怎么才能搞得清鬼子到底有多少人？这附近有什么开阔地没有？有，往北500米。现在呈战斗队形，6人分成1组，搜索前进。是。团长，有情况。
降落伞。全部挖开，清点数字。是，过来。团长，一共发现36具降落伞。同学，到。通知政委，鬼子有36人的部队已经进山，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通知各部队区小队、民兵密切注意由30多人或10多人构成的身着崭新八路军军服的部队，如果发现就地拦截。明白。赵介，来，集合直属队和3连，目标赵庄，出发。是，全体出发。一抹夕阳，思念也被带给远方，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背起行囊，远走四方。有些时候，你我一样。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旅程就是战场，别再逃避，别再失望。我想做人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